凌晨3点刷一下朋友圈，你总能看到很多睡不着的人。有人在吐槽加班到崩溃的工作，有人在说和家人吵了架，心里堵得慌，有人发一句人间不值得又悄悄删掉，还有人配着一张手抄的大悲咒，写了一句愿菩萨保佑熬过这一关。我们这辈子谁都有撑不住的时候，生意失败，亲人患病，感情破裂，孩子叛逆，甚至只是没来由的焦虑和心慌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这时候很多人会接触到大悲咒，听说它能消灾，能解难，能安人心，就跟着念，念了几十遍、几百遍，甚至背得滚瓜烂熟，可心里还是犯嘀咕，这一串串听不懂的梵音到底在说什么？它真的有用吗？很多人说咒语不能翻译，翻译了就不灵了。也有人说大悲咒就是驱鬼辟邪的符，念了就能有护法跟着你。还有人把它当成交易筹码，一天念100遍，就等着菩萨兑现平安、健康、发财的承诺。今天我们把这件事彻底说透，不讲玄的，不搞迷信，就用普通人听得懂的话讲清楚大悲咒从哪里来核心，讲了什么道理，它为什么能让千千万万人安心，以及我们普通人怎么用它才能真的解决生活里的苦。要懂大悲咒，先得知道它的出处，它出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。陀罗尼经是释迦牟尼佛在观世音菩萨的道场普陀洛迦山上，对着道场的菩萨、阿罗汉、天龙八部和一切众生讲的经里记载，当时观世音菩萨在大会中站起来给佛陀行礼，然后给大众讲了这个咒语的来历。在过去无量亿劫以前，有一尊佛叫千光王进驻如来，那时候观世音菩萨还只是初地，菩萨刚刚发起菩提心，还没到圆满的境界。千光王进驻如来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传授给他，告诉他这个咒能利益一切众生，能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观世音菩萨听完这个咒语，当下就从初地菩萨跃升到第8地，内心无比清净，无比欢喜。他当时就在佛前发了一个大愿，如果这个陀罗尼真的能利益一切众生，能让众生安乐解脱，那就让我当下长出千手千眼，护佑一切众生。愿力刚发完，十方世界所有的诸佛都放出光明照在观世音菩萨身上，一瞬间他就长出了千手千眼，每一只手掌里都有一只眼睛，具足无量功德，无量方便。经文原文是这么说的：世尊，我于过去无量亿劫中，由佛身故，闻此大悲心陀罗尼超第8地菩萨从事以来的恒常诵持，未曾休息，由此证得一切菩萨所行之道，即诸三昧乃至菩提。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觉得神奇，为什么听一个咒语就能从初地升到8地？是不是咒语有什么魔法？根本不是，这个咒语本身没有魔力，它是千光王进驻如来圆满大悲心的结晶，是无量诸佛慈悲和智慧的浓缩。当观世音菩萨听到这个咒的时候，他的心和咒里承载的大悲心完全契合，完全相应，他自己的悲心和智慧瞬间被唤醒，被圆满境界自然就提升了。就像一杯清水，你把它放进大海里，它瞬间就和大海融为一体，再也不分你我不是海水有魔法，是水的本质本来就一样，只是之前被杯子隔开了。我们每个人本具的慈悲心和诸佛菩萨的慈悲心本质也是一样的，只是被我们的自私、嗔恨、无明盖住了。持咒就是把盖子慢慢掀开，让我们本有的慈悲显露出来。释迦牟尼佛在经里也说，这个大悲咒不是一尊佛、2尊佛说的，是99亿恒河沙数诸佛共同宣说、共同护持的。为什么这么多佛都赞叹这个咒？因为一切诸佛的本心就是救度众生，就是大悲。这个咒把诸佛的大悲心、大愿力、大智慧全都浓缩在这几十句梵音里，它是一切诸佛心的体现，所以才有这么大的功德。很多人执着于大悲咒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，到处找逐字翻译的版本，觉得知道了字面意思才算懂。其实严格来说，陀罗尼不做逐字翻译，因为它叫总持，总一切法持无量义，一句咒语里包含了无量的道理、无量的功德、无量的妙用，就像一个超高压缩的文件，你没法用几句简单的中文把它完全展开。但是我们不用纠结字面，因为整个大悲咒的核心从头到尾只围绕4个字：大悲之心。所有的梵音、所有的名号、所有的祈请，本质都是在引导我们把自己的心安住在慈悲上，和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同频。我们可以顺着咒语的脉络，把它的内核拆开来看。咒语开头第一句南无赫罗他那多罗夜耶，翻译过来就是皈依三宝。很多人一听皈依就觉得有门槛，好像必须出家，必须受戒，必须办个证才算，根本不是。皈是回归，依是依靠，皈依三宝就是回归觉悟，依靠真理。三宝是佛法僧，佛不是神，是已经觉悟的人，是彻底看清了宇宙人生真相，脱离了所有烦恼的榜样，
法不是教条，是真相，是规律，是世界运行的法则，是做人做事的正道僧。不是指出家人这个身份，是指践行真理。走在觉悟路上的人是我们的同行者。所以皈依三宝不是找一个外在的靠山，拜一个万能的神，求他帮你摆平所有事，而是告诉自己，我要走正道，我要向觉悟的人学习，我要按照客观规律做事，我要和良善的人同行。这是一切修行的基础，也是大悲咒的起点。人为什么会走弯路，会受苦？很多时候就是方向错了。你天天想着投机取巧，想着损人利己，想着不劳而获，方向就歪了，越努力越痛苦。先把方向摆正，走在正道上，后面的路才不会白走第二句。南无阿利耶翻译过来是皈依圣者。什么是圣者？不是有神通会飞檐走壁的人，是心灵清净，品行高尚，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。圣者的核心是正身正心正行为。我们念这句话不是要去崇拜谁，是要给自己立一个标准，我要做一个品行端正的人，做一个坦荡的人，做一个问心无愧的人。慈悲不是凭空来的，你自己先做个好人，先守住底线，不害人，不坑人，不做亏心事，才有资格谈慈悲别人。很多人一边念大悲咒，一边在公司里勾心斗角，在背后说人坏话，对家人发脾气，对陌生人恶语相向，这就本末倒置了，连基本的品行都守不住，念再多咒也和大悲心不相应。接下来那句大家最熟悉，婆卢揭谛烁波罗耶，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名号。翻译过来叫观自在，也叫观世音。几乎所有人都听过观世音菩萨的名字，但很多人不知道观自在到底是什么意思。观是观察关照，自在是不被束缚，自己做得了主。观自在就是能关照自己的内心，从而活得通透自在的人。我们普通人为什么活得累，活得不自在？因为我们的眼睛永远在往外看，看别人过得比自己好就嫉妒，看别人说错一句话就生气，看工作没达到预期就焦虑，看孩子不听话就发火，的心完全被外面的人和事牵着走，就像提线木偶攥在别人手里，你怎么可能自在？观自在就是反过来把视线收回来，往内看，看着自己的念头和情绪。当你生气的时候，不是跟着怒气去骂人去摔东西，而是心里清清楚楚，哦，我现在生气了。当你焦虑的时候，你不是跟着焦虑胡思乱想，越想越怕，而是知道，哦，我现在在焦虑。你就像一个旁观者，看着情绪来了，看着情绪走了，不评判，不跟随，不抗拒。慢慢你就会发现情绪是情绪，你是你，它就像天上的云来了又走，而你是天空，永远不会被云污染。能做到这一点，你就开始自在了。大悲咒本质上就是练这个功夫，你嘴里念着咒，耳朵听着自己念出来的声音，注意力就安住在这个声音上，脑子里杂念来了，不用骂自己怎么又走神，不用强迫自己不想知道它来了，把注意力拉回咒语上就好。就这么简单，不用打坐，不用闭关，不用找安静的地方，上班路上、做饭的时候、排队等号的时候都可以念。念的过程就是把散乱的心收回来的过程，就是练习关照的过程，就是慢慢走向自在的过程。很多人说我杂念太多了，根本静不下来，是不是不适合持咒？没有谁刚开始就没有杂念，杂念多太正常了。我们的心散乱了几十年，怎么可能一念咒就立刻清净？就像一杯浑水，你放着不动，它慢慢自己就沉淀了，你越急着搅它越浑。不用怕杂念，不用排斥杂念，你只要持续把注意力拉回咒语上，拉的次数多了，心自然就静了。这是顿功夫，但也是最稳最有效的功夫。再往下，菩提萨埵婆耶，萨埵婆耶就是我们常说的菩萨摩诃萨。菩提是觉悟，萨埵是有情众生。菩提萨埵就是觉悟的有情，也叫觉有情。它有两层意思，一是自己已经觉悟，脱离了烦恼；二是还愿意回到众生里，帮助大家一起觉悟。很多人觉得菩萨是庙里的泥像，是天上的神仙，高高在上，遥不可及，其实根本不是。菩萨不是神，是走在觉悟路上还不忘拉别人一把的人。我们每个人，只要你愿意让自己活得更清醒、更善良，同时还愿意顺手帮一下身边的人，你就是出发心菩萨。下班路上看到环卫工人蹲在路边吃饭，你顺手买瓶水递过去，这就是菩萨行。公交车上看到孕妇站着，你起身让个座，这就是菩萨行。同事遇到难处，你不看热闹，能帮就帮一把，这就是菩萨行。朋友情绪崩溃，你耐心听他说说话，不评判不安慰，只是陪着，这也是菩萨行。不用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不用捐多少钱，就在日常的小事里多一份善意，多一份共情，多一份举手之劳，就是在践行菩萨道，就是在呼应大悲咒里的这两句。摩诃萨埵就是大菩萨，大在哪里？心量大，
不是只帮自己的家人朋友，而是愿意帮所有众生，不是只帮一次两次，而是生生世世都在做这件事，直到所有众生都离苦得乐。我们普通人可能暂时没有这么大的心量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先从对家人好开始，再扩展到朋友、邻居、陌生人，再扩展到动物、花草，慢慢把心量撑开。心量一大，很多小事就困不住你了，痛苦自然就少了。说到这里，其实已经能看出来，大悲咒从头到尾都是在讲心、讲做人，讲我们怎么调整自己的状态，怎么和世界相处。它不是什么神秘的法术，是一套非常落地的修行方法。但是很多人接触大悲咒一开始都是有所求的，求平安、求健康、求孩子学业、求生意顺利、求摆脱霉运，这太正常了。人都有离苦得乐的本能，谁都想过得好一点。佛陀也知道这一点，所以在经里讲了很多持大悲咒的利益，比如能消灾、能治病、能远离恐怖、能所求如意。但是绝大多数人都忽略了一个前提，所有的利益都建立在与大悲心相应的基础上，不是你念了多少遍，菩萨就必须给你兑现什么，那不是信仰，是交易，是把佛菩萨当成了可以贿赂的贪官。经里说得很清楚，持咒的人要住于慈心，不害众生，要孝顺父母，恭敬师长，要诸恶莫作，用善奉行。你一边持咒，一边坑蒙拐骗，一边不孝父母，一边伤害别人，还求菩萨保佑你，那是痴人说梦因果，是这个世界最公平的规律。善因得善果，恶因得恶果，谁都改不了，佛也改不了。你种了豆子就不可能长出西瓜，你天天造恶业，念多少咒也没用。那很多人会问，既然因果不能改，那持咒还有什么用？加持到底是什么加持？不是佛菩萨伸手给你送钱、送健康、送好运，不是隔空把你的苦难拿走。加持是一股力量，是诸佛菩萨的慈悲和智慧，像一束光一样照进你心里，让你自己生出勇气，生出智慧，生出定力，让你有能力去面对苦难，有智慧去解决问题。举个最常见的例子，孩子发烧住院，妈妈守在床边，心急如焚，整夜睡不着，心里又慌又乱。这时候他开始念大悲咒，念着念着心慢慢定了，不再胡思乱想，不再自己吓自己。他能冷静下来配合医生，能好好照顾孩子，孩子也恢复得更快。这就是加持，不是菩萨把孩子的病拿走了，是菩萨的悲心让妈妈的心安定下来了，心定了，智慧就出来了，处理问题就不慌乱了，事情自然就往好的方向走。再比如有人做生意亏了，欠了一堆债，天天愁眉苦脸，觉得天塌了，甚至想不开。他念大悲咒，念了一段时间，慢慢接受了现实，不再怨天尤人，也不再自我否定。他开始重新找工作，一点点还债，虽然辛苦，但心里踏实了，日子也慢慢有了起色。这也是加持，不是菩萨帮他把债还了，是菩萨的力量让他重新站了起来，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。很多人搞反了，向外求菩萨帮自己解决所有问题，求一辈子也求不到。真正的修行是向内求，求自己的心定下来，求自己的智慧长出来，求自己的慈悲心发出来，心变了，行为就变了，行为变了，命运就变了。这才是持咒真正的意义，也是加持真正的含义。大悲咒的全名很长，叫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。很多人只记住大悲咒3个字，却忽略了前面广大圆满无碍这3个词。这3个词是大悲心的3个特质，懂了这3个词，你就懂了大半的大悲咒。先讲广大，什么是广大？就是慈悲，没有边界，没有分别。我们普通人的善意是有范围的，对自己的孩子好，对别人的孩子就未必，对自己的父母孝，对公婆岳父岳母就未必，对朋友友善，对陌生人就冷漠，对喜欢的人包容，对讨厌的人就恨不得他倒霉。这不是大悲，这是私情，是小爱。它有条件，有边界，有亲疏远近。一旦对方不符合你的期待，一旦对方伤害过你，这份善意立刻就变成怨恨，变成痛苦。真正的大悲是广大的，是没有分别的，就像太阳，照富人也照穷人，照好人也照坏人，照鲜花也照牛粪，没有任何分别心。就像大地承载万物，不管你在上面盖宫殿还是盖厕所，它都稳稳拖着，没有嫌弃。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就是这样，不管你信不信佛，不管你有没有钱，不管你做过好事还是坏事，只要你在受苦，只要你呼唤他，他就会寻声救苦。很多人会问，坏人也要救吗？他做了那么多坏事，活该受苦。站在我们普通人的角度这么想很正常，但是站在菩萨的角度，坏人也是众生，也在受苦。他做坏事是因为他糊涂，是因为他烦恼重，是因为他被贪嗔痴牵着走，他自己做不了主。他害人的同时，自己也在承受良心的谴责，也在恐惧报应。他比好人更苦，就像一个疯子拿着刀到处砍人，他很可恶，
但他也很可怜，因为他病了。真正的慈悲不是把他打死，是给他治病，让他清醒过来，不再伤害别人，也不再伤害自己。菩萨看一切作恶的众生，就是看生病的人，看糊涂的人，不仅要救他眼前的苦，还要度化他，让他醒悟，让他断恶修善，永远不再受苦，这才是广大的慈悲。我们普通人当然很难达到这个境界，我们做不到对伤害自己的人心生慈悲，至少可以试着放下怨恨。恨一个人最苦的不是对方，是你自己。你天天把仇恨放在心里，就像天天抱着一块火炭想扔给别人，结果先烫伤了自己。试着把心量放大一点，原来只关心自己，现在多关心一下家人，原来只在意自己的感受。现在多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，原来对陌生人冷漠，现在多给一个微笑，多说一句谢谢，心量撑开一分，痛苦就少一分，慈悲广大一分，自在就多一分。这不是为了别人，是为了你自己再讲圆满。很多人觉得慈悲就是心软，就是别人要什么都给，就是一味忍让，就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其实不是，没有智慧的慈悲不是真慈悲，是烂好人，是愚善，最后不仅帮不了别人，还会害了别人，也害了自己。圆满的慈悲一定是悲智双运，慈悲和智慧缺一不可。比如朋友赌博欠了钱找你借钱翻本，你心软借给他，他只会越陷越深，最后家破人亡。这不叫慈悲，这叫害人。真正的慈悲是不借给他钱，狠狠骂醒他，帮他找工作，陪他戒赌，让他靠自己的双手重新站起来。过程可能不好听，可能他会恨你，但这才是真的为他好。再比如孩子犯了错，你舍不得骂，舍不得管，一味纵容，觉得这是爱孩子。等孩子长大了，性格扭曲，走上歪路，你再管就晚了。这不是慈悲，是溺爱。真正的慈悲是该批评就批评，该管教就管教，帮孩子树立正确的三观，让他走正道。言是爱，松是害，这里面的分寸就是智慧。还有人学佛学得很软弱，谁都能欺负他，谁都能占他便宜，还觉得自己是在修忍辱。这不是忍辱，是懦弱，是没有智慧。忍辱是心里不记恨，不生嗔恨心，不是让你任人欺负，不是让你放弃底线和原则。该维护的权益要维护，该拒绝的要求要拒绝，心里不存怨恨，这才是真忍辱大悲咒的圆满。就是告诉我们，慈悲不是无底线的善良，不是无原则的退让，慈悲要有金刚手段，要有智慧，判断什么时候该帮，什么时候该止，怎么帮才是真帮，这里面都要有分寸。我们在生活里也要修这个帮人之前，先停一秒，想一想，我这么做是真的对他好，还是只是为了让自己心安，是解决了根本问题，还是只是缓解了眼前的困难，是帮他成长，还是让他产生依赖。想清楚了再出手，你的慈悲才不会变成伤害，你的善意才不会变成负担，这就是圆满的慈悲。再讲无碍。很多人经常说我也想修行，可我太忙了，上班带娃做家务，一点时间都没有。我也想行善，可我没钱没能力，什么都做不了。我现在处境这么差，自己都顾不过来，哪有心思管别人。无碍这两个字就是专门破这个执念的。真正的慈悲，真正的修行是没有任何障碍的，它不挑时间，不挑地点，不挑身份，不挑处境，只要你愿意，随时随地都可以修，什么处境都可以做。你有钱可以用钱布施，你没钱可以用力气布施，用言语布施，用微笑布施。公交车让座是力气布施，安慰难过的朋友是言语布施，对服务员说一声谢谢，对陌生人给一个微笑是笑脸布施。这些都不用花钱，不用花很多时间，随手就能做。你顺风顺水的时候，可以多帮别人一点，多付出一点。你身处低谷的时候，也一样可以修慈悲。哪怕你自己正在受苦，你也可以对身边的人多一点耐心，少发一点脾气。哪怕你躺在床上动不了，你也可以在心里祝福一切众生，愿大家都离苦得乐。这都是慈悲，都有功德，这就是无碍。没有任何东西能挡住你的慈悲心，除非你自己不愿意。很多人觉得修行必须去寺庙，必须打坐，必须念经，必须有仪式感。其实不是修行，修的是心，不是形式。你在公司上班认真做事，不偷懒，不耍心机，和同事好好相处，这就是修行。你在家里好好对待家人，不发脾气，多分担家务，多包容理解，这就是修行。你出门在外，遵守规则，礼貌待人，不随地吐痰，不插队，不伤害别人，这就是修行。这些都不用你额外花时间，不用你额外花钱，就在你日常的每一件小事里，在你每一个起心动念里，这就是无碍的修行。无处不在，无时不有。大悲咒之所以流传这么广，这么多人喜欢，就是因为它无碍。它不需要你有文化，不需要你有钱，不需要你专门抽出时间，走路可以念，做饭可以念，排队可以念，睡前可以念，张嘴就能念。
念了就能安心，门槛极低，见效极快。它不是出家人的专利，不是修行人的特权，是给我们每个普通人的礼物。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过得好不好，只要你想让心定一点，让日子顺一点，都可以念广大圆满无碍。这6个字说的是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，也是我们每个人可以活出来的生命状态。心量广大，悲智圆满，行持无碍，这就是大悲咒想教给我们的活法。说完了这6个字，再说说大家最好奇的千手千眼。很多人去寺庙看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，觉得很震撼，也很好奇，菩萨真的长了1000只手，1000只眼睛吗？其实这是表法，是比喻，不是真的。长了1000只手，千手代表无量的方便，无量的方法。众生有84000种烦恼，菩萨就有84000种方法去对治，去救度不同的人，用不同的方法，不同的苦，用不同的药。千眼代表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观察力。菩萨能看清每个众生的根性，能看透每件事的本质，能知道用什么方法最适合这个众生，不会一概而论，不会生搬硬套，千手千眼，合起来就是有无量的智慧，看清众生的苦，还有无量的方法帮助众生离苦。很多人觉得千手千眼是菩萨才有的神通，我们普通人不可能有，其实错了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修出自己的千手千眼。你会做饭，这就是你的一只手，你可以给家人做可口的饭菜，可以给生病的朋友送一碗热汤，可以给加班的同事带一份早餐。你会开车，这就是你的一只手，你可以顺路捎带同事，可以帮邻居拉点东西，可以送突发疾病的人去医院。你会教书，这就是你的一只手，你可以教给学生知识，教他们做人的道理，可以帮成绩差的孩子补课。你会倾听，这就是你的一只手，朋友难过的时候你陪着他说说话，家人委屈的时候你耐心听他吐槽，甚至你力气大能帮人搬东西，你眼神好能帮人指路，你心态好能开导想不开的人，这些都是你的手。那千眼呢？你能看到别人的难处，能察觉到别人的情绪，能看懂事情的前因后果，这就是你的眼。比如你看到同事今天脸色不好，就知道他可能遇到事了，不去打扰他，或者主动问一句要不要帮忙，这就是你的眼。比如你看到家人下班回来情绪不对，就知道他可能工作累了，多分担点家务，少唠叨几句，这就是你的眼。比如你遇到矛盾，不只会站在自己的角度想，还能站在对方的角度看，能看到整件事的全貌，这就是你的眼。你看，千手千眼根本不是什么神通，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能力和善意。你愿意用自己的能力去帮人，愿意用心去体察别人的需要，你就有了自己的手和眼。你帮的人越多，积累的方法越多，你的手就越多，你经历的事越多，看问题越透彻，你的眼就越多。慢慢的你也能修成自己的千手千眼，也能像菩萨一样用自己的方式去利益身边的人，这就是千手千眼的真正含义。它不是神话，是每个人都可以走的成长之路。说到这里，其实已经能看出来大悲咒讲的所有东西最后都落到心上，落到行上。它不是让你去崇拜一个外在的神，是让你唤醒自己本有的慈悲和智慧，活成自己的菩萨。很多人学佛喜欢求神通求感应，念大悲咒就想看到光，想梦到菩萨，想有什么神奇的体验。如果没有，就觉得自己白念了，觉得咒语不灵。其实真正的感应从来都不是这些玄乎的东西，真正的感应是你原来爱发脾气，一点小事就炸，现在遇到事能沉住气了，能忍一忍了。真正的感应是你原来斤斤计较，吃一点亏就难受半天，现在能放下了，不那么在意了。真正的感应是你原来冷漠自私，只想着自己，现在会主动关心别人，会举手之劳，帮人一把。真正的感应是你原来遇到挫折就怨天尤人，就自暴自弃，现在能平静面对，能想办法解决了。真正的感应是你原来整夜失眠焦虑，脑子里乱七八糟，停不下来，现在念一会儿咒心就能静下来，能睡个安稳觉了。这些才是最真实最可贵的感应，是你的心真的变了，是你的脾气真的改了，是你的生活真的顺了。那些光啊梦啊意象啊，就算有也只是路边的风景，不是目的地。你不能为了看风景忘了自己要去哪里。如果执着于这些感应，很容易走偏，很容易被神神叨叨的东西骗，甚至走火入魔。真正的修行人不求神通，不求感应，只问自己的心有没有变善，只问自己的烦恼有没有减少。因为他们知道一切外在的现象都是虚的，只有心的转变，只有解脱烦恼才是真实的。大悲心陀罗尼基经里，佛陀还说了持咒的15种恶死和15种善生。
很多人一看就觉得是迷信，是吓唬人，其实根本不是，它讲的就是最朴素的因果规律。什么是15种饿死？简单说就是各种横死、饿死、冻死、被火烧死、被水淹死、被野兽咬死、被人害死、冤死、自杀、难产死、生病不治死等等。佛陀说，真心持诵大悲咒的人不会遭遇这些饿死。很多人就理解成有菩萨在旁边护着你，妖魔鬼怪近不了身，危险都会绕着你走。不是的，真相是，当你有了大悲心，有了正知正见，你自然就会避开这些凶险。你不杀生，不结仇怨，不做亏心事，自然没人来害你。你遵守规则，不酒驾，不冒险，不做危险的事，自然不容易出意外。你心态平和，不钻牛角尖，不自我攻击，自然不会走极端去自杀。你心地善良，乐于助人，广结善缘，遇到困难的时候自然有人帮你，不会走投无路。你看，哪里有什么神秘力量，都是你自己的行为和心态决定的。你种了平安的因，自然得平安的果。持咒是帮你把心摆正，把行为修正，自然就远离了灾祸。再看15种善生，长相端正，身体健康，家庭和睦，人缘好，有财富，有智慧，受人尊敬，临终安详等等，这些也不是菩萨赏赐给你的，是你自己修来的。你心地慈悲，不生气，不抱怨，心态平和，自然身体健康，容颜端正。你待人真诚，乐于助人，自然人缘好。朋友多，遇事有人帮你，你做事踏实，勤勤恳恳，自然能积累财富，生活安稳。你喜欢思考，乐于学习，自然聪明，有智慧，看问题通透。因果从来都不是迷信，是这个世界最朴素的规律。你付出什么就会得到什么，你给出什么就会收获什么。大悲咒从来都不是帮你跳过因果，不劳而获的捷径，它是帮你种善因结善缘的工具，是帮你调整心态、修正行为的向导。该你走的路一步都不会少，该你受的苦一点都不会缺，但它能让你走路的时候更稳，受苦的时候更坦然，能让你走在正确的方向上，慢慢离苦的乐。很多人说，我念了这么久大悲咒，怎么生活还是不顺，还是有痛苦。首先因果不虚，你过去造的业，该受的果报还是要受。就像你过去种了很多荆棘，现在它发芽了，扎脚了，你不能说我现在开始种花了，怎么还有刺啊？持咒不是把过去的业一笔勾销，而是让你面对痛苦的时候，心不那么苦，不那么怨天尤人，能更快的走出来。同样是生病，有的人天天抱怨痛苦不堪，病情越来越重，有的人平静面对，积极治疗，很快就好了。心态不一样，感受就不一样，结果也不一样。其次，很多人所谓的不顺，只是没有按照你的想法发展。你求发财没发财，你求升职没升职，你求孩子考第一，孩子没考好，就觉得不顺，觉得咒语不灵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求的这些真的对你好吗？有时候没发财，反而避开了破财的坑；有时候没升职，反而避开了职场的斗争；有时候孩子成绩一般，反而身心健康，懂事孝顺。我们普通人眼光短浅，只看眼前的利益，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。菩萨看的是长远，是你的解脱，是你的根本利益。所以很多时候你求的没得到，不是不灵，是另有安排，不用急，不用躁，好好持咒，好好修心，好好行善，时间到了，该给你的自然会给你，该来的自然会来。现在网上很多人争论大悲咒的发音，这个版本不对，那个版本不标准，念错了就没效果，甚至会招不好的东西。很多人被吓得不敢念，或者到处找所谓的原版梵音版，这其实是最没必要的执念。大悲咒的核心是大悲心，不是发音。你发音再标准，心里没有慈悲，满脑子贪嗔痴也没用。你发音不标准，甚至念错几个字，但是心里真诚，充满善意，照样有效果。就像你喊家里人的名字，不管用普通话还是方言，不管发音准不准，他知道你在喊，他就会答应。菩萨也是一样，他看的是你的心，不是你的嘴。而且大悲咒从梵文传到中国，经过了千百年的流传，不同的地域、不同的宗派发音都不一样。汉传有汉传的读法，藏传有藏传的读法，甚至南方和北方的读法都有差异。没有所谓的唯一标准音，只要传承清净，心诚就好。为了一个发音争来争去，互相攻击造口业，这才是真正的违背大悲咒。本来持咒是为了修慈悲，结果反而生出嗔恨和傲慢，本末倒置，得不偿失。还有人问很多规矩，洗澡的时候能不能念，上厕所的时候能不能念，躺着能不能念，吃肉的时候能不能念，其实都可以。佛法是圆融的，是活的，不是死板的规矩。比如你生病了，躺在床上起不来，难道就不能念了吗？当然可以。比如你在厕所突然心里很恐惧，想念咒，安心难道不能念吗？当然可以。比如你在洗澡随口念几句，难道还有罪过吗？当然不会。
恭敬是在心里，不是在形式上。你心里恭敬，哪怕躺着念也是恭敬；你心里不恭敬，哪怕跪着念也没用。当然，如果你条件允许，在干净的地方端正坐着，诚心念诵会更好，这是对法的尊重。但如果条件不允许，也不用强求。佛法是为了帮我们离苦得乐的，不是为了束缚我们，让我们这也不敢，那也怕，活得战战兢兢。很多人学佛越学越束缚，这也不能做，那也不能做，动不动就怕造业，怕下地狱，这就是学偏了，把佛菩萨当成了严厉的暴君，一点小事就惩罚你，根本不是。佛菩萨是最慈悲最包容的，他们希望我们好，希望我们离苦得乐，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怪罪我们。只要你心存善念，心向光明，哪怕做得不完美也没关系，不用有那么多顾虑，想念就念，心存恭敬就好。说到这里，不得不提一个很常见的误区，很多人把大悲咒当成了世间福报兑换券，天天念就为了求平安、求发财、求儿女。这本身没有错，人天福报也是佛法里的一部分，但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面就太可惜了。因为人天福报是有尽头的，就像你攒了再多的钱，总有花完的一天；你有再大的福报，总有享尽的一天。福报享完了，该受苦还是要受苦，该轮回还是要轮回。所以持大悲咒不能只停留在求世间利益上，还要往更深的地方走。更深的一层是修心，通过持咒让自己的心定下来，烦恼少一点，脾气好一点，活得自在一点。这一层已经比求人天福报高很多了。因为心的安乐比任何物质享受都更长久、更可靠。再深一层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，不仅自己要离苦得乐，还要帮助一切众生都离苦得乐，把自己的慈悲心慢慢扩大，从家人到陌生人，从人类到一切众生，慢慢向观世音菩萨的大愿靠拢。最深的一层是解脱，通过持咒得一心不乱，开智慧，明心见性，脱离生死轮回，究竟成佛。这是大悲咒最终的目的，也是一切佛法最终的目的。我们普通人刚开始都是为了求世间利益来的，这很正常也没关系。就像上学，你刚开始可能只是为了找个好工作，但学着学着你会发现知识本身的乐趣会有更高的追求。持咒也是一样，先从求福报开始，慢慢体会到心的安定，慢慢生出慈悲心，慢慢走向解脱。不用急，一步一步来，只要方向对了就不怕路远。那我们普通人怎么持大悲咒效果才最好？其实很简单，就4点，人人都能做到。第一，发心要正，之前先调整一下心态，不要只想着让我发财，让我平安，把心量放大一点。我今天持诵大悲咒，愿所有众生都能离苦得乐，都能平安健康，都能究竟解脱。发心越大，和菩萨的悲心就越相应，加持力就越大，而且心量大了，你自己的烦恼也会变少，这是相辅相成的。哪怕你刚开始做不到真心为众生，哪怕只是嘴上说说也没关系，慢慢熏习，时间长了，假的也会变成真的。第二，专心致志，念的时候就好好念，口里念清楚，耳朵听清楚，注意力就放在咒语的声音上，不用追求数量，不用赶速度，认认真真念一遍，比稀里糊涂念10遍都强。很多人喜欢定功课，一天念几十遍、上百遍，为了完成任务念得飞快，脑子里乱七八糟，这样只是结个缘，得不到真实利益。宁少毋滥，质量永远比数量重要。第三，持之以恒。修行不是1天2天的事，是一辈子的事。不用追求一蹴而就，不用急着看到效果，每天抽10分钟、20分钟，认认真真念几遍，养成习惯，坚持下去，滴水穿石。不是水的力量大，是坚持的力量大。天天念，月月念，年年念，慢慢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心不一样了，生活也不一样了。3天打鱼2天晒网，再灵的法门也没用。第四，落实生活。持咒是修心，心改了，行为也要跟着改。不能嘴里念着大悲咒，转头就和家人吵架，就占别人便宜，就做亏心事。要把慈悲心落实到生活里，对家人多一点耐心，对朋友多一点真诚，对陌生人多一点善意，对小动物多一点爱护。从身边的小事做起，从每一个念头做起，知行合一才是真修行。光说不练，光念不做没用。就这4点，简单到不能再简单，但是能做到的人很少，能做到的人没有不得利益的。大悲心陀罗尼经里记载了很多公案，其中有一个很有名。古时候有一位修行人，他膝盖上长了一个人面疮，长得和人一样，有眼睛有嘴巴，还会吃东西，疼得他死去活来，找了多少医生都治不好。后来他遇到一位僧人，告诉他这是你过去世的冤孽，只有大悲咒水能治，然后给了他一碗咒水让他洗伤口。这位修行人用水一洗，人面疮就好了，也不疼了。很多人听完就说大悲咒水真神奇，能治病。
其实这个故事的重点不是咒水能治病，是慈悲能解冤结。这位修行人过去是和这个人结了怨，对方一直跟着他报仇，所以才长了人面疮。而大悲咒的慈悲力量能化解怨恨，能超度冤亲债主。对方接受了这份慈悲，放下了仇恨，病自然就好了。我们生活里很多病，很多不顺，其实都是冤结带来的。你伤害过的人，你对不起的人，你怨恨的人，怨恨你的人，这些能量缠在你身上，就会变成病痛，变成不顺，变成痛苦。而大悲咒的慈悲就是化解这些冤结最好的方法。你真心忏悔，真心祝福对方，愿意把自己持咒的功德回向给对方，慢慢的怨恨化解了，心结打开了，病也就好了，事也就顺了。不是咒语有什么魔力，是慈悲的力量，能化解一切仇恨，能解开一切心结。现实里也是一样，你和家人有矛盾，和同事有过节，和朋友有误会，天天放在心里耿耿于怀，难受的是你自己，影响的是你的生活和健康。试着用慈悲心去化解，该道歉的道歉，该原谅的原谅，该放下的放下。你放过别人，其实是放过你自己。这就是大悲咒在人际关系里的妙用，它能帮你解冤结化矛盾，让你活得更轻松更通透。现在我们这个时代，科技越来越发达，物质越来越丰富，但是人的痛苦好像越来越多了。焦虑、抑郁、失眠、孤独成了现代人的标配。年轻人内卷，中年人压力大，老年人孤独，大家都在忙着赚钱，忙着竞争，忙着比谁过得更好，但是心里越来越空，越来越累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本质上就是我们失去了慈悲心，失去了和他人的连接。我们越来越强调自我，强调个人利益，为了钱，为了名，为了利，我们可以不顾别人的感受，可以勾心斗角，可以尔虞我诈。我们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座孤岛，和别人隔离开，和世界隔离开。但是人是群居动物，我们天生就需要连接，需要爱，需要被需要。当你心里只有自己的时候，你就失去了这些，你就会觉得空虚，觉得没有意义，觉得痛苦。而大悲咒就是解决这个时代病的良药，它教我们从自我里走出来，从焦虑里走出来，从斤斤计较里走出来，学着去关心别人，去帮助别人，去和世界建立美好的连接。心理学研究早就证明，帮助别人是提升幸福感最有效的方式之一。当你付出的时候，当你被需要的时候，你会感受到强烈的意义感和价值感。这种快乐是任何物质享受都比不了的。这和佛法说的慈悲生乐是一个道理，真理永远是相通的。不管用科学的话说，还是用佛法的话说，本质都一样。疫情的时候，很多人被困在家里，恐慌、焦虑、无助。很多人开始念大悲咒，念着念着心就定了，不再那么害怕了。为什么？一方面持咒让心专注，不再胡思乱想，不再自己吓自己。另一方面，念大悲咒的时候，你会想到菩萨的慈悲，想到还有很多人和你一起，想到大家都在互相帮助，你就不会觉得孤单，就会生出力量。更让人感动的是，那些志愿者、医护人员、社区工作者，他们冒着风险没日没夜地工作，去帮助陌生人，去照顾病人。他们很多人根本不信佛，也不会念大悲咒，但是他们的行为就是大悲心的体现，就是活生生的大悲咒。他们用自己的手、自己的眼、自己的善意去救度众生，他们就是人间的观世音菩萨。所以你看，大悲咒从来都不是停留在纸上的文字，不是停留在嘴里的声音，它是活的，它体现在每一个普通人的善举里，体现在每一份温暖的善意里。只要有慈悲的地方，就有大悲咒；只要有善意的地方，就有观世音菩萨。说到这里，还有一点必须要讲，也是很多人都忽略的，修大悲心要先从对自己慈悲开始。很多学佛的人对自己特别苛刻，总觉得自己业障重，总觉得自己修得不好，总自我谴责、自我攻击，觉得自己不配得到快乐，不配得到幸福，吃苦是应该的。这不是修行，这是自虐。观世音菩萨慈悲一切众生，而你也是众生的一员，你也值得被慈悲对待，值得被温柔以待。现在很多年轻人压力大，内卷严重，总觉得自己不够好，不够优秀，不够有钱，不够漂亮，天天自我内耗，自我攻击，活得特别累。这时候你就要学会对自己慈悲，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允许自己犯错，允许自己平凡，允许自己有负面情绪，允许自己偶尔偷懒，偶尔颓废。不用逼自己做个完美的人，不用活在别人的期待里，你就做你自己，哪怕不完美，哪怕很普通，也是独一无二的，也值得被爱。累了就休息，错了就改正，难过了就哭，一会儿不用硬撑，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，好好照顾自己的情绪，让自己活得健康一点，开心一点。对自己慈悲，不是自私，不是放纵，是好好爱自己。只有你自己好了，
你才有能力去爱别人，去帮助别人。就像飞机上的安全提示，先戴好自己的氧气面罩，再去帮助别人。所以下次你念大悲咒的时候，不要只想着求菩萨保佑别人，也求菩萨保佑你自己。不要只想着慈悲别人，也慈悲一下你自己。你很重要，你也值得被好好对待。现在社会上有很多骗子打着大悲咒的旗号骗人，卖大悲咒水，卖大悲咒护身符，卖开光的挂件，说能消灾解难，能治病发财，卖得很贵，很多人上当。还有一些附佛外道，说自己是什么菩萨化身，能给你灌顶，能帮你消业，只要你交钱就行。在这里必须提醒大家，这些全是骗子，真正的佛法是免费的大悲咒，谁都可以念，谁都可以学，不用花钱买，不用谁授权，也不用经过谁的同意，只要你心存善念，愿意持诵，就能得到利益。真正的消灾解难，靠的是你自己断恶修善，靠的是你自己的慈悲心和智慧，不是买个挂件喝杯水就能解决的。如果花点钱就能消灾，那富人都不用受苦了，因果也就不存在了。那些利用人的恐惧和贪心骗钱的人，不仅帮不了你，还会让你损失钱财，甚至误入歧途。大家一定要有正知正见，不要迷信，不要盲从，不要总想走捷径，老老实实做人，踏踏实实做事，心存善念，多行善举，比什么护身符都管用。还有人把大悲咒当成驱鬼辟邪的工具，觉得晚上走夜路念一念鬼就不敢靠近，家里不顺就觉得是有鬼，要念大悲咒驱鬼，其实根本不是这样。大悲咒的核心是慈悲，不是伤害，不是驱赶。如果你真的遇到了所谓的非人，他也是众生，也在受苦，你应该用慈悲心对待他，念咒回向给他，愿他离苦得乐，往生善道，而不是想着把他赶走，甚至伤害他。你对他慈悲，他感受到善意，自然就不会伤害你，还会成为你的护法。你要是想着驱赶他，伤害他，反而会结下怨仇，得不偿失。而且绝大多数时候，所谓的鬼都是你自己心里的恐惧和执念。心正了，光明了，自然就不怕了。心里有鬼，才会觉得外面有鬼。大悲咒是让你的心变得慈悲、光明、安定。心光明了，自然就没有恐惧了，自然就百邪不侵了。这才是辟邪的真正含义。说了这么多，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，大悲咒究竟说了什么？它没有说什么惊天动地的秘密，没有教你一夜暴富的方法，也没有给你无所不能的神通。它只讲了一件事，心怀慈悲，好好做人。它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是一体，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。它告诉我们，慈悲是最强大的力量，能化解一切怨恨，一切痛苦。它告诉我们，向内求，改自己的心，才是离苦得乐的唯一道路。它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有千手千眼，都可以活成自己的观世音菩萨。它是一串古老的梵音，更是一种心态。它是一个咒语，更是一种活法。它是佛教的经典，更是属于每一个人的生活智慧。它不属于任何宗教，它属于每一个心存善念的人，属于每一个想要离苦得乐的人。你不用皈依，不用受戒，不用出家，甚至不用信佛，只要你愿意心怀善意，愿意温柔对待自己和世界，你就懂了大悲咒，你就在践行大悲咒。千百年以来，大悲咒之所以能流传这么广，能被这么多人喜欢，不是因为它有多灵验，有多神奇，是因为它说出了我们每个人心里最本真的东西，对善良的向往，对温暖的渴望，对离苦得乐的追求。观世音菩萨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偶像，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慈悲的化身。大悲咒也不是一串神秘的音符，是我们内心慈悲的声音。不用千里迢迢去寺庙拜菩萨，不用费尽心思去求什么神咒，你当下的每一个善念，每一次包容，每一份善意，都是最灵验的大悲咒，都是最真切的菩萨行。如果这段分享对您有启发，希望您点赞并订阅，让更多有缘人听见这份智慧。欢迎在评论区随缘分享感悟，咱们互相成就，同增福慧。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心怀慈悲，温柔对待自己，温柔对待世界。愿我们都能活成自己的光，活成自己的观世音菩萨。